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影片中，我为大家整理了各代第一装甲的装甲特性，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下。那在本期影片中，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艾克斯的第二套装甲，也就是第二装甲。本次就不多说废话，我们直接开始影片。第二装甲是在超任主义上的洛克人 S2 首次登场，主体颜色也为白色，但其外观在细节上与第一装甲有很大的差别。此装甲也在后续 Game Boy Color 上的洛克人 S2 销魂使者及手游上的洛克人 S-Type 中再次出现。然后这边也再次说明，我整理的作品主要还是聚焦在洛克人 S 系列上，所以像是上一期提到的手游神魔之塔上所出现的第二装甲，就不是本期影片的守备范围。第二装甲的产生是根据上一次战斗所获得的资料，把装甲的各个部位进一步强化后所产生的全新装甲，在性能方面比前一代的第一装甲更加贴近实战用途。装甲的头、身、手脚都有不同程度与面向的实质增强，而在装甲名称的命名逻辑部分，基本上与第一装甲相同。也是因为莱特博士并没有给予此装甲一个正式名称，因此第二装甲的这个称呼同样是艾利亚为了方便研究而暂定的。另外也顺便补充一下，由于外传版的关卡与头目配置混杂了不同代别，与超任版的 S2 已大相径庭，因此在第二装甲的4个配件取得位置上均与原版不同。玩之前还是建议先自行查询一下攻略顺序与道具取得位置，才比较不会与过去的游玩经验混淆。首先一样，先来谈超任版上的第二装甲，这是最早第二装甲登场的平台与代数。在本作中，艾克斯的脚部配件有非常大的进化。经前次的资料分析后发现，在战斗中加入空中能力，可以让艾克斯战斗力大幅提升，因此投入了让装甲可以进行空战的研究。其初步成果就是可以让艾克斯在空中发动一次水平加速的空中冲刺。空中冲刺在洛克人 S2 是取得重要道具与推进游戏的关键能力。游戏越到后期，在通关攻略与道具的拿取上，就越需要使用到空冲的能力。由于这项性能在装甲强化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后续代数的大多数装甲中，空中冲刺或由其衍生的其他空中功能，就成为逐步配件的基本标配。甚至到了7代及8代，还有 S-Type， 空中就成为游戏刚开始就有的初始能力。而外传版的洛克人 S2 销魂使者的逐步配件就比较特别一些，它功能是可变式空中冲刺。这个功能其实是洛克人 S3 的逐步配件机能，也就是针对空中冲刺加以优化，加入向上冲刺的功能，让艾克斯可以增加向上移动的范围。在使用上，除了可以使用原本的空中冲刺外，也多了一个可以闪避敌人的方向，并且可以让艾克斯前往更多原本不易达到的区域拿取关键道具。毕竟这一代的发行时间大概只晚于洛克人 S6 几个月，因此在本作中的第二装甲是有沿用或融合一些之前发行过的正传作品特色，包含踢墙、爬梯速度加快等。只是说在本作就没有提供洛克人 S3 的逐步强化晶片胶囊，因此无法像3代强化后可以在空中进行2次变向冲刺，突破向上移动的范围。不过本作倒是有提供极速冲刺的强化配件，可以让艾克斯在冲刺时产生无敌状态，提升艾克斯的闪避能力。接着谈一下超任版第二装甲的头部配件。超任版的头部配件其主要功能为密保追踪器，这是一个能够借由侦测不正常的能源反应，找到隐藏道具或密道的功能。因为头部配件内部的精密度大幅上升，2代之后的头部配件大多已无法再使用第一装甲的头部撞击性能。此外，在获得第二装甲头部配件之后，密保追踪器将会成为一个没有能源限制的特殊武器。虽然从现今的角度来看，也许会觉得这个头部配件的功能很废、很鸡肋，但在网络与攻略资讯不发达的当时，这个密保追踪器确实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让玩家找道具时能更加方便。而外传版的洛克人 S2 销魂使者的头部配件倒是沿用了第一装甲的头部功能，主要功能就是头部撞击，也就是可以破坏特定砖块，帮助艾克斯前往特定区域拿取道具。这个机能相对好理解也单纯，因此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了。那这边继续来说一下超任版第二装甲的手部配件。超任版的第二装甲手部配件，其中一个主要功能同样是可以突破原本的集气射击极限，让艾克斯在超高 X 爆裂弹阶段之后，可以继续集气到第3、第4阶段，并进行2连发的集气射击，双重集气飞弹。这个功能相对于第一装甲的集气射击来说，有明显的进化。这是在分析前一次的战斗资料之后，发现艾克斯会陷入苦战，其中一个主因是无法给予单一敌人威力够大的致命一击。因此，根据这个发现，新的手部配件便容许艾克斯在双手分别进行 X 飞弹的集气，
而在能源充填到第3、第4段时，除了可以连续发射2发集气射击外，也可以打出1发后，另1发待机使用，等到要射的时候再射。集气全满状态，在威力上也能给予敌人约略2个超高 X 爆裂弹的伤害。此外，双重集气飞弹的第2发射击还具备破防效果，且可以贯穿大多数敌人。而另一个功能便是洛克人 S 系列大多数手部配件的预设能力——特务集气射击，主要就是可以让特务再强化。同样，我不在此多讲。2代的特务集气射击，就实用性上，个人觉得整体来说还算是给力。再来外传版的第2装甲手部配件，也是可以突破极限，让集气可以再上去到第3、第4阶段。若是在第3阶段，艾克斯可以打出1中1大的双重集气射击，完全集气的第4阶段，则是可以射出2发都是大型能源弹的双重集气射击。在本作的第2发飞弹，弹体体积会大一些，攻击范围比一般大型能源弹更大。S2 销魂使者双重集气射击沿用了超人版 S2 的设定，也一样可以待机使用，让玩家想射再射，自由控制射击时间。不过外传版的集气射击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在集气到第3、第4阶段时，若玩家忍不住连按射击钮，此时飞弹就会变成霰弹模式。若在集到第3阶段时击出，为像剪刀开口般的2弹道散射；集到第4阶段，则会变成攻击范围更广的4弹道散射。至于好不好用，见仁见智。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散射设计，虽说散射射击在被血量低的杂兵包围时是有一定的可用性，但大多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困扰，主要是因为散射的子弹威力不强，碰到血量厚的精英怪或打王时，还是使用大型能源弹的火力会比较充足。再来另一项功能也是特务集气，在 S 系列作中，大多的装甲的手部配件基本上都预载了此能力，因此这边一样就不说太多了。特务部分还是留着以后说，本期就一样展示一下各种集气特务就好。接着说一下超人版的第2装甲身体配件，相较于第1装甲，此套装甲有一个颇大的变革，那就是身体配件。除了拥有原本的防御强化，让艾克斯减伤外，还可以将敌人的攻击转化为能源吸收。全满时便可使用单次的全画面攻击异兆爆破，也就是 Giga Attack。2代的此一创举，也算是为后代作品各式各样的 Giga Attack 攻击形态打下重要基础。虽然此招在本作对单一敌人的攻击力并不高，但在面对众多杂鱼型敌人包夹时，却是一招很好用的解围招式。此外，艾克斯在发招的同时，游戏背景会整个静止不动，并且呈现无敌状态。爆发的准备动作也会使艾克斯往斜上方升起，而后在空中滞留一小段时间。因此，此招也经常被用来作为拿取道具的一个实用招式。然后这边也补充一下，异兆爆破是无法使用一般的武器能源球来补充武器能量的。它是必须透过伤害吸收才能填充能源，但值得注意的是，超人版的能源吸收是要被敌人的远程攻击打到，听到特定的音效声后，装甲才会确实的把能源填补到能源条中。一般接触伤害是没有办法转换成异兆爆破的能源。再来外传版的第2装甲身体配件，也是具备减伤及发动异兆爆破的能力。减伤我想就不多谈，基本上就是提升机体的耐打性。而外传版的异兆爆破与超人版的攻击形式也大同小异，都是全画面攻击，可用来解决被血量低的杂鱼包围的窘境。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外传版的能源回补方式相较于超人版就比较多元一点，不但可以直接吃武器能源球或蓝色魂体道具回补能量，远程攻击及接触攻击也都可以成为异兆爆破的能量来源。这一点是外传版跟超人版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也想补充一下，外传版发动时的画面会整个全黑，艾克斯也不会有身体向斜上方上升的动作。然后就是我在上一期的影片中有提到，在洛克人 S 系列的后代代数中，部分装甲开始加入了配件组合机能增强系统。在超人版中的第2装甲，若同时取得头部配件与身体配件，便能使特殊武器的耗能减少；而同时取得手部配件及脚部配件后，则能使艾克斯的爬梯速度加快。这样的设定让玩家在陆续取得配件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加强性能可以应用，使通关更加顺畅。不过外传版的第2装甲就没有加入这个配件组合的增强特性，每个部件的强化效果都是得到了当下就能使用，像是爬梯速度加快，只要得到脚部配件就好。只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外传版的第2装甲必须要4个强化配件都拿到后，艾克斯在外观上才会显示整套装甲的完整样貌。若没有拿满全部，艾克斯的外观是不会有变化的。另外讲一下，外传版就算拿到第2装甲的全部配件，特务耗能也不会减少。整体来说，还是跟超人版的第2装甲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异。
接着简单提一下第二装甲的终极大招升龙拳。不论是超任版或外传版，在收集完完整的装甲配件并满足特定条件后，均能在隐藏地点取得第二装甲的最强招式升龙拳。取得后，艾克斯能一边高跳跃，一边使用带有火焰的上勾拳攻击敌人。在超任版，升龙拳是要在地面及满血状态下才能发动，威力相当强大，完整击中，对大部分敌人，包含魔王，都能一击必杀。再来外传版的升龙拳，我在前一期其实也有说过，在肖文使者中的升龙拳是与波动拳一起取得的，且不需要满血也能用。然后升龙拳的威力是被大幅下调的，强度就差不多是一个强一点的机器射击，因此不要抱着超人版的期待来理解，就把此招当做一个向上攻击技来使用即可。最后提一下 X-Type 版的第二装甲，这边也再说一下，手游版的装甲是无法拆成4个部件功能来逐一说明，因此之后若整理到 X-Type 版的装甲特色，我统一只会介绍该角色主要的主动技，或补充一些重点特色给大家知道，让没玩过的朋友有个初步认识就好。X-Type 版的第二装甲全名为第二装甲艾克斯，同样为游戏前期所推出的 S 级角色，整体强度并不优秀，与前一期提到的第一装甲艾克斯相比，也称不上是有明显的强化。最主要是第二装甲艾克斯的手炮是没有自动瞄准的功能，虽然手感上比较接近原版的第二装甲，但无法自动瞄准，在手游中玩起来会相对吃力一点。死角只有在升级后，再配合强化卡与固有 DNA， 让能力增益，才会提升一些实用性。第二装甲在主动技部分取用了原作最具代表性的2项大招，分别为双重极致射击与异兆爆破。当玩家使用极致射击并达到最大极致时，艾克斯便可以发动双重极致射击，对敌人进行2段式的极致射击。在本作中，双重极致射击是无法自动瞄准的，只能水平直线射击，使用起来比较接近原作。但在游戏中无法自动瞄准，不能算是一个优点，实际玩起来还会增加游戏难度。虽然如此，但在本作的双重极致射击是有附带无视地形效果的，因此可以穿透一些场景阻碍，对实战上多少有点用处。另外有个小地方也说一下，第二装甲艾克斯在使用最大极致射击时是会被强迫站立，因此若原本是在蹲下状态，必须多加注意环境威胁，以免这个强制站立的特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本作的异兆爆破同样是一招大范围攻击，被众多敌人包夹时可以瞬间清除大部分敌人。此招在艾克斯入场后就会开始自动储存能源，受到伤害则会加速累积速度。概念上算是有沿用原作异兆爆破的能源获取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动储存的要素，方便玩家使用。玩家也可以透过升级与强化卡加速能源储存，或增加此招的伤害威力，进一步提升此招的性能。同样的，第二装甲艾克斯也是一个以手炮为主的角色，在武器的搭配上，建议就是以手炮类武器为主，才能让此角的战力有比较好的发挥。最后的最后，也再补充一下，此角在手游版中是无法使用升龙拳的，然后也没有像第一装甲还留个波动拳的彩蛋在角色介绍页面中，因此大家是无缘在 X-Type 中看到第二装甲艾克斯敲出升龙拳的英姿。然后手游版在第二装甲艾克斯之后，其实还有推出一个角色也跟第二装甲有关，就是2022年 X-Type 官方为了因应日本端午节及儿童节所打造的应景角色。这个角色就是 Q 版第二装甲艾克斯，其设计灵感来自 PSP 的洛克人。角色外观为2头身比例的 SD 形态，造型相当可爱。由于算是中后期登场的 S 级角色，战斗能力与攻击形态除了承袭第二装甲艾克斯的大部分特性外，角色战力也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与强化。主动技储存式机器射击，达最大奇迹时，可一次储存6颗大型能源弹，让玩家可以慢慢射。插入强化卡后，还可以一次连射6发。除了能一次扫荡多个目标外，也可以针对血量后的单一目标集中火力，给予较大伤害。其另一个主动技能就是第二装甲的招牌技能异兆爆破。虽然同为全范围攻击技，但释放技能后，可再追加3发可穿透地形的冰淇淋飞弹，让玩家解决一些残留的敌人。Q 版的技能看似与原版很像，不过其战斗实力及改装后的强化技能都在第二装甲艾克斯之上。特别是中距离命中目标后，可以获得护盾。有玩过手游版的人，大概可以理解护盾的重要性。护盾绝对是通关与打王时的一个超大加分项。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洛克人 S 系列第二装甲的完整回顾。记得按赞、按订阅，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